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浪。金庸先生14部武侠小说精彩纷呈，其中描写了很多神奇的武学，比如九阴真经、打狗棒法、黯然销魂掌、独孤九剑。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要数丐帮绝技降龙十八掌了。但让人好奇的是，许多武学都有它的克星，比如欧阳锋的蛤蟆功，克星就是一阳指；全真剑法的克星就是玉女剑法；雪山剑法的克星则是金乌刀法；玄冥神掌的克星就是九阳神功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一门神功则更是厉害，能够破尽天下武学。没错，它便是独孤九剑。独孤九剑变成了天下剑术的克星，那么降龙十八掌有没有克星呢？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一探究竟。萧峰和郭靖是金庸小说主角中人气最高的两位，他俩的绝艺都是降龙十八掌，再加上各版电视剧，比如97版《天龙八部》、82版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推波助澜，让降龙十八掌成为最为知名、最受欢迎的武功。小时候看 TVB 拍的《天龙八部》，只听音乐响起，黄日华演的萧峰先做一套广播体操，双掌齐拍，便有一条金色巨龙飞出，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。有的时候巨龙还能分成好几条，持续攻击，造成连环爆炸，山崩地裂，攻击范围极广，威力极大。不过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何萧峰做广播体操的时候，敌人为何不上前攻击打断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安静地看着萧峰独条放大呢？我想也是敌人已经被降龙十八掌的威名所震慑了，不敢上前吧。后来读了小说才知道，自己被电视剧骗了。降龙十八掌的招式非常简单，并不用打一套广播体操。比如郭靖左腿微曲，右臂内弯，右掌划了个圆圈，呼的一声向外推去，正是初学乍练的一招亢龙有悔。射雕英雄传3连版第12章，洪七公左手画个半圆，右手一掌推出，正是生平得意之作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。神雕侠侣3连版第11章。可见降龙十八掌招式朴实无华，然而威力极大，让人不可抵御。在小说中，降龙十八掌有不俗的战绩，所以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。郭靖武功低微之时，连杨康都打不过，然而他练了15招降龙十八掌后，立刻武功大涨，突飞猛进。郭靖只一招亢龙有悔，便打得梁子翁抵挡不住了。待他学全了降龙十八掌后，更是能与欧阳克过招放对了。丐帮帮主史龙火内力不济，练就降龙十八掌练得双臂瘫痪，而且他只学到了12掌。然而石火龙以降龙十八掌与陈坤对掌，连对12掌，将陈坤打得重伤呕血而走。虽然石火龙自己也不治身亡，但这一战绩也很值得骄傲了。因为分析过，陈坤乃是倚天屠龙记中数1数2的高手，他号称浑元霹雳手，掌力也是威猛强劲。降龙十八掌的最强战绩是萧峰全力一击，将少林寺藏经阁扫地老僧打得肋骨骨折，口中吐血。要知道扫地僧武功是经书第一，被少林高僧玄生玄灭怀疑是菩萨化身，神通广大，佛法无边。老僧喷血之后还赞了一句：好俊的功夫。降龙十八掌果然天下第一。天龙八部3连版第43章，可见降龙十八掌确实是天下第一的武功。练到极致后，没有任何武功是他的对手。在新修版中，萧峰曾如此评价这门武功：二弟，你就算没本来武功，单只学这18掌，也足可与天下英雄争雄。天龙八部新修版第50章。在金庸武侠世界中，武功与人是对应的，具有什么样性格特征的人，就会练什么样的武功。降龙十八掌威猛雄厚，朴实无华，适合萧峰、郭靖这样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黄药师聪明绝顶，风流潇洒，所以他的武功繁复优美，比如落阴神剑掌、玉箫剑法。黄蓉机智过人，古灵精怪，所以他的武艺打狗棒法讲究绊、劈、缠、戳、挑、引、封、转，全是声东击西，扰人耳目的招式。黄蓉自己也说，武功之中10成中9成是骗人的玩意儿，只要能把高手骗倒，那就是胜了。神雕侠侣3连版第12章。杨过偏激叛逆，又为情所苦，因此他自创的黯然销魂掌也是奇招迭出，匪夷所思，而且必须悲痛欲绝之时才能使出。杨过面临极大险境，数次要使出黯然销魂掌来催败强敌，但这路掌法深与心合，他自与小龙女相会之后，喜悦欢乐，哪里有半分黯然销魂的心情？总在危急之中，人无昔日那一份相思之苦，因之一招一式总是使出去，差之离毫，威力有限。
神雕侠侣3连版第39章。萧峰、郭靖皆是豪爽直率的大英雄，所以他们适合降龙十八掌这种刚劲无匹的武功。降龙十八掌如此强劲，然而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武功境界。正如黄蓉所说，只有你爹爹的降龙十八掌这等武功，那才是真功夫的印记，用不着使巧劲炸着。可是要练到这一步，天下能有几人能够？神雕侠侣3连版第12章。那么如此刚猛的掌法是否有克星呢？降龙十八掌刚猛无比，乃至刚至阳的掌法。此掌法本来有28掌，后来乔峰与虚竹化繁为简，变成了18掌。这18掌融合了28掌的精华，掌力更加威猛，而且对修炼人内心要求极高。若是内力不足的话，难以发挥出降龙十八掌的最大威力。而乔峰正是天赋异禀，内力深厚，所以击打出的降龙十八掌刚猛无比。如此刚猛的掌法，就需要更加精妙的武学，才能克制住这降龙十八掌。在天龙八部中，慕容复与乔峰有过多次交手，慕容家的斗转星移可以说是精妙绝伦。天山童姥见识过慕容复的斗转星移，都惊叹不已，更是说自己几十年没下山，居然还有如此绝妙武学在世间上。以童姥的资历和武功水平，如此夸赞这斗转星移，可以肯定斗转星移是顶级绝学。慕容复的武功水平远不如乔峰，但每次都可以凭借斗转星移接住乔峰的降龙十八掌。那是不是说这斗转星移就是降龙十八掌的克星呢？斗转星移虽然精妙绝伦，但对习武者的内力要求极高，若是内力不足的话，不仅发挥不了斗转星移，还会被对方打得落花流水。而慕容复的内力只能刚刚好发挥斗转星移，仅仅只有反弹武功的效果，而且反弹效果还会被削弱许多。乔峰面对慕容复反弹回来的降龙十八掌，可以说丝毫不惧怕，毕竟已经减弱太多了。那如果是换一个内力高深的人，应用这斗转星移，能否力战乔峰的降龙十八掌呢？其实还是不行，因为斗转星移目的在于借力打力，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击破这降龙十八掌，最终也只能沦为内力的比拼。所以斗转星移只能算是和降龙十八掌并驾齐驱的顶级武学，而不是它的克星。另一门便是六脉神剑了。在后来段誉的六脉神剑大成之后，乔峰见识了段誉的六脉神剑，先是惊讶，再是叹息。惊讶段誉的武功竟然如此神奇，恐怕天底下没什么武功可以与之匹敌。叹息的是，自己若是与段誉对战的话，恐怕只有输的份儿。要知道，掌力权力还能根据手掌拳头方向来判断，而且还是能提前感受到掌风拳风。像丁春秋面对乔峰掌力，感到呼吸困难还能后撤，但六脉神剑的剑气凝而不散，有质无形，等切身感受到，早就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了。而且判断手指动作的难度也更大，段誉随手瞎点都吓得鸠摩智躲闪格挡，因为对方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用剑气。所以六脉神剑也能算是降龙十八掌的半个克星。除此之外，独孤九剑中的破掌式，因为没有实际操作，同时也没有战绩，从独孤九剑的理念和使用方法上，也只能说明破掌式有几率破除降龙十八掌，但是缺乏实际战斗支撑，姑且算是半个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降龙十八掌并没有真正的克星，大多数还都是因为其特殊的技巧以及特殊的方式，才能产生了一定的克制效果而已。降龙十八掌的很多招式名称都来自易经，如潜龙勿用、或跃在渊、见龙在田、飞龙在天、亢龙有悔、龙战于野、力射大川、鸿渐于陆、密云不雨、损则有福、履霜冰至、低阳触帆等等，全是易经的爻辞和卦辞。易经是一部儒家著作，是儒家六经之一，地位十分重要。儒家推崇君子，而降龙十八掌正是代表了易经中推崇君子人格。易经说，天行乾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周易易传。所以金庸小说中精通降龙十八掌之人，无不是品格高尚、堂堂正正的君子。如洪七公虽然贪饮好食，但一辈子除恶扬善，先杀坏人，在大节上毫无亏欠。他在面对裘千仞的狡辩时，义正言辞地说，自己一生杀了231个坏人，没杀过一个好人，可谓正气凛然。老叫花一生杀过231人，这231人个个都是恶徒，若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，就是大好巨恶、富义薄心之辈。老叫花贪饮贪食，可是生平从来没有杀过一个好人。裘千仞，你是第232人。射雕英雄传3连版第39章。
洪七公这番话说的底气十足，奸诈小人裘千仞也不禁为之气夺，全身冷汗如雨，想要跳崖自杀。郭靖为了抵御蒙古进攻，坚守襄阳几十年，成为江湖上人人敬仰的郭大侠。襄阳城破之时，郭靖与妻子黄蓉、儿子郭破虏杀身成仁，他们变成了励志仁人志士、抗击蒙元的一面旗帜。直到数十年后的倚天时代，依然有人满怀崇敬地提起郭靖、黄蓉的名字。萧峰虽然是契丹人，但他为了阻止辽帝亲宋，毅然自杀于雁门关外。萧峰不光是为了宋人，更是为了辽人，为了天下。因为辽宋两国一旦开战，受苦的是天下百姓。萧峰的威名与大义一直在丐帮传颂。在新修版《射雕英雄传》中，黄蓉提起萧峰的英雄事迹，仍是令人激动不已。黄蓉道：想当年丐帮乔峰乔帮主在聚贤庄独占群雄，又以降龙28掌在少林寺前打得众魔头望风远遁，雁门关前逼迫契丹皇帝折剑未蒙，不敢南侵，真是何等英雄。《射雕英雄传》3连版第27章，降龙18掌象征着萧峰、洪七公、郭靖等人顶天立地、堂堂正正、无愧于心的君子人格，这是儒家推崇的最高品格。正如孟子所说：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。孟子尽心上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孟子滕文公下，所以降龙18掌天下无敌，没有武功能与之相对，但除此之外，却有些武功能对他造成威胁。好俊的功夫，降龙念8掌果然天下第一。少林寺中，扫地僧被萧峰一掌击中胸口，情不自禁道出了这句赞叹，紧接着口中一股鲜血直喷出来，证明他所言不虚。扫地僧是何等人物，无需赘述。能让金书武学天花板心悦诚服的降龙念8掌，自然也非同小可。作为萧大王的成名绝技，这套掌法跟着他走南闯北，无往不利，甚至许多时候，仅需其中一招见龙在田，便足以笑傲江湖。相较于降龙念8掌，或许降龙18掌这个名字更加耳熟能详。洪七公凭借降龙18掌位列5绝，郭靖更是靠着降龙18掌成为一代巨侠。降龙18掌几乎已经成为大侠的标配，英雄的代名词。想当年金戈铁马，萧大侠双掌如龙威震少时山，郭巨侠降龙无敌坐镇襄阳城。有降龙18掌的地方，就留有铁骨铮铮的豪迈传说。可正如那烟火璀璨又坠落的必然，降龙18掌的盛名由郭靖推上巅峰，之后却急转直下，再无惊艳表现，以至于出现了传人石火龙强练第13掌瘫痪不治的尴尬丑事。只遗下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故事，供后人唏嘘。扼腕叹息之余，我们不仅心生疑惑，如此神功究竟为何落寞？造成他由盛转衰，难觅传人的根源又在哪里？本期阿浪就来说说大家最熟悉的降龙18掌。降龙18掌最初为降龙念8掌，总共28式，招式名称多取自周易卦辞，掌法走刚猛的外家路数。扫地僧那句赞叹，其实可以理解为降龙18掌是天下第一的刚猛功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周伯通曾告诉郭靖，洪七公的功夫是外家中的顶尖，外家功夫练到洪七公的地步，只怕已到尽头。但全真派的武功却是没有止境的，而全真派正是以内功见长的门派，可见降龙18掌偏重外功，与内功一脉武学泾渭分明。降龙念8掌与打狗棒法并列为丐帮镇帮神功，自唐末丐帮开创以来世代流传。与打狗棒法有所不同的是，打狗棒法只能传给帮主，但降龙念8掌却可以传给外人。所以历来江湖上会3招2式降龙念8掌的人并不少，但能全学者少之又少。丐帮的帮主通常都是不世出的武学奇才，兼修降龙念8掌与打狗棒法，但也有例外。这时候就需要成功长老将降龙念8掌的香火传续下去。所以有时丐帮武功最强者不是帮主，而是成功长老。但萧峰的武功得自前代帮主汪剑通亲传，汪剑通号称剑人，武功卓绝。萧峰从他那里学到了降龙念8掌，当是非常纯正的。萧峰战绩卓著，降龙念8掌被他运用的炉火纯青，曾用一招见龙在田，隔空劈完金刚打造的判官柄，救下段誉，双掌击出如排山倒海，震退2个100年功力的异地，保全辽地耶律洪基。也能在数掌外一掌震得慕容博手臂发麻，打得轻功无敌云中鹤吐血，3掌叠加从丁春秋手上抢下阿紫，更不必提少师山灭世群雄，力敌3大高手的豪气干员，千军万马一骑当千秦叛将，以一己之力终结宋辽2国大战的大义凛然。
哪怕古来天下英豪会降龙念巴掌不少，但若论最相配相视，萧大王舍我其谁？只因身体里流淌着契丹人的血，又被栽赃陷害，萧峰失去了丐帮帮主的地位。但后来真相大白，丐帮陈清主令将萧峰的大仁大义便告中原各路英雄。中原武林为萧峰的仁义所感，由少林派众高僧带头，中原群豪、大理、灵鹫宫等一应众手，联手前往南京解救萧峰。逃出升天的萧峰受困于宋辽两国的民族之争、门户之见，在巨大的漩涡中进退两难。虽然拒绝了吴长风等人再任丐帮帮主的邀请，但也不愿丐帮降龙念巴掌与打狗棒法两大绝学就此失传，便采取了折中的法子，将武功传给义弟虚竹，委托虚竹代传给丐帮弟子。从萧峰的这个选择我们可以看出，汪剑通到萧峰，萧峰到虚竹，虚竹到丐帮弟子，降龙念巴掌并没有图谱辅助，只通过口耳相传。若是传承之中出现谬误缺损，不免影响到往后世世代代的延续。这个特点其实为后来降龙念巴掌的没落埋下了伏笔。不过好在学习降龙念巴掌的虚竹武学天赋与功底卓绝，不仅将降龙念巴掌完全掌握，还与萧峰删繁就简，将念巴掌有画蛇添足之嫌的后10招删去，最终精简成了降龙18掌。萧峰当时对虚竹说，降龙念巴掌是他恩师汪剑通所传，也是丐帮100余年的传承，他本不便自行删减，可见降龙念巴掌演变成降龙18掌，算得上是这套掌法第一次干戈大动的修改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为了保证切掉10掌后，降龙18掌的武功威力不减，套路完整，身兼逍遥派武功以及天下诸多绝学的虚竹，日后必然会参照比如天山六阳掌、擒龙功等至高武功，对降龙18掌进行更为细致的打磨和雕琢。至此，降龙掌由原来的非刚非柔的降龙念巴掌改为至刚至坚的降龙18掌，并由虚竹传给丐帮弟子。经过几代，传到了洪七公这里。丐帮不像少林、武当等门派具有完备的武学体系，除了降龙18掌、打狗棒法等少数独有武功外，大部分弟子的武功路数都不尽相同。武当派企图宋青书可以投入丐帮，辽国皇族后裔耶律齐也可以竞争帮主的宝座，带义入帮的弟子不在少数。降龙18掌、打狗棒法都是外功，弟子们的内功心法都是各自修炼出来的。萧峰的内功底子就来源于少林，洪七公也不例外。他在35岁之前武功甚杂，练过的拳法掌法着实不少，因此在传授黄蓉武功时，能尽挑些稀奇古怪的拳脚来教。他的降龙18掌一半得自师授，一半自行参悟出来，虽然招数有限，但每一招均具绝大威力。当年在华山决定与王重阳、黄药师等人论剑之时，这套掌法尚未完全练成，但王重阳等言下对这套掌法已极为称道。由此可知，降龙18掌在洪七公手上已不单单是当初虚竹传下来的版本，而是渗入了洪七公自己想法路数的全新版本，这算得上是降龙掌法的第2次改动。那么洪七公为什么会再次改动降龙18掌呢？其实他也是迫不得已。降龙18掌是天下绝学，很难学会，其口耳相传的模式又存在传承易断的隐患，所以一般而言，传功者选择弟子时都会非常谨慎，以免弟子资质不够无法学拳。但洪七公可谓100年难得一遇的英才，练武之人通常先练内功打底，以此为基础，再练高明的外功招式。但洪七公的路子恰恰相反，他从一开始就不注重内功的修炼，一心一意练外功。降龙18掌也是这样，他为了适应自身内功薄弱的特点，将降龙18掌由单纯的掌法调教成了运尽实力的法门，即将自己周身力量合力运转，用以达到最强功效。换句话说，降龙18掌其实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乾坤大挪移，注重的是使用者体内的力量进行一种调动，精髓在于必须在发力和收力之间形成一道鸿沟，发出去的力道必须能保证收回一大半，这就是所谓的有余不尽。洪七公将外功练到极处，反而滋生了雄浑内功，由外功带动内功自行匹配，这份天资实在难得一见。专注外功修炼，使得洪七公学的降龙18掌比乔峰学的降龙念巴掌更精简有力。只是洪七公走的是纯由外而内的外门练功路线，因此掩盖了一个真相，就是降龙最初其实并非一门纯粹的外家功夫，而是刚柔并济的内外功之结合。洪七公自己能凭空练出内力，驾驭降龙18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惊人天赋。这个版本的降龙18掌可以视作洪七公的专属，适用面偏于狭窄，但外人要练难度无疑大了许多。
降龙十八掌的练习门槛进一步提高。好在郭靖本身的资质正对洪七公改造的降龙十八掌入手。首先，他自小练习源于全真玄门内功，底子很好。其次，洪七公修改过的降龙十八掌已经是直来直去的硬功夫，正合适郭靖忠厚鲁直的个性。再有洪七公尽心竭力的教郭靖，也静得下心，心无旁骛的学，方能掌握。而且郭靖也并非一次性学全了降龙十八掌，而是先学了15掌，再将这15掌通过各种实战运用，纯属随心所欲，以及接触九阴真经后，最后才学完了最为精妙的剩余3掌，循序渐进，算是将洪七公版本将史上最难学的降龙十八掌硬生生啃了下来。但是降龙十八掌传承的隐患早已种下。前面提到，降龙十八掌的练习门槛高，难觅传人，师傅可能会花费数十年找徒弟。洪七公将自己的降龙十八掌传给郭靖之前，还传过零星几招给丐帮弟子卢有角、李生等人，但很显然，以这些人的天资，难以学会降龙十八掌，无法成为降龙十八掌的正统传人。当郭靖出现，洪七公对他进行了武学、品性等多方面的考察后，才决意倾囊传授。郭靖若是按照这个章程，慢慢选择下一位降龙十八掌的传人，艰涩难学的降龙十八掌未必就会出现传承危机。可天不随人愿，巨侠郭靖身处时代巨变的洪流，在小家与大家之间义无反顾选择了大家，为家为国，誓死镇守襄阳。他一心扑在军国大事上，教学水平也不好，连杨过管教不了，要送去全真教托管。对寻找降龙十八掌接班人一事，自然不会那么细心与耐心。郭靖教过武敦儒和武修文兄弟降龙十八掌，但他忘了当时只有他身具九阴全真2大玄门正宗神功，浸淫九阴真经20年，功力并世无双。这2人天资不够，将降龙十八掌练得稀碎。好在当时耶律齐已经有足够的内功，加上抗击襄阳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，郭靖便将降龙十八掌传给耶律齐。耶律齐有全真教的内功打底，又得到周伯通的指点，条件相当出色。可是襄阳军事急迫，郭靖军务繁忙，又不善于教徒弟，他本应该循序渐进，一边让耶律齐继续修炼全真内功，并酌情传授九阴总纲和易筋断骨篇，再辅以原始降龙十八掌。到耶律齐有10年功力时，再传授自己魔改版的降龙十八掌。但现实让他没有可能悉心教导，所以耶律齐在郭靖处学的可能是速成版，未必领会到降龙十八掌的精髓。因此，从郭靖传授耶律齐这里，降龙十八掌极有可能又一次经历了改版。耶律齐虽然凭借郭靖的指点和自身全真教玄门武功的基础，掌握了降龙十八掌的套路，却毕竟没有领会其要义，也没有洪七公那样结合自身武功特点对降龙十八掌进行改良的天赋。所以从他以后丐帮历人帮助，因根底较欠，极难踏入降龙十八掌的练习门槛，最多也只学到14掌为止。降龙十八掌第一次出现了缺失，再加上这套掌法只依靠口耳相传，一旦师傅有缺招少式，便注定徒弟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练习，不可能出现会的招式比师傅多的情况。到了石火龙这一代，降龙十八掌早就残缺不全，石火龙自己只练会降龙十八掌前12掌，还在强练第13掌时走火入魔，功费瘫痪。石火龙该是当时丐帮第一高手，其余丐帮弟子就算有会降龙十八掌的，至多也无法突破12掌。他的女儿史红石年幼继位，石火龙已经去世，按照史红石的年纪，不可能学会降龙十八掌。降龙十八掌极有可能在石火龙这里彻底断了传承，哪怕有人仍然掌握部分降龙十八掌的招式，在目睹石火龙练功残废的惨状后，相比也没有胆量继续强练下去。降龙十八掌日渐式微已成定局，又过数百年，丐帮帮主谢峰虽与少林方丈方正、武当掌门冲虚、昆仑掌门镇山子同机而论，可更多得益于江湖地位。论武功，似乎连降龙十八掌都不会使了，以至于被人我行看不起，当成是于沧海、莫高峰一类的杂牌人物。四里山樱花得名，凡应不见草纵横。栽培减伐须勤力，花易凋零草易生。曾经傲视天下的第一大帮丐帮的声势，也随着降龙十八掌的没落一落千丈。降龙十八掌曾有机会再度振兴，机会便在于那几次关键的改版。萧峰、虚竹、洪七公等都有能力将降龙十八掌改造成修炼门槛低的武功，但这么做势必会削弱降龙十八掌原本的威力。是向现实低头削弱武功以便传承，还是一意孤行将武功往更高深的层次推动？事实证明，无论萧峰还是洪七公都选择后者，这是绝顶高手的坚持。
也是降龙18掌即便失传，名声依旧震古烁今的原因所在。或许在他们心中，始终秉持的都是宁缺毋滥这4个字。神功配英雄，若是无英雄，宁愿神功蒙尘，也不愿看他沦落泯然众人。哪怕曾经盛极一世降龙18掌的威名，从此只能永远回响在那些逐渐远去却日久弥新的英雄传说之中。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